当我不再用力证明自己，而是选择以柔软对待内在，那是一个没有被任何人看见的转变，没有成就感，没有立即的回报，却在我心里慢慢改变了一切的重量。过去的我很习惯证明我够好，证明我没有白走这一段路，证明我的努力是有价值的。我把人生过成一场随时可能被评分的考试，只要没有被肯定，我就更用力；只要感觉被忽略，我就再撑一点。好像只要不停往前，就能避开那个被质疑的自己。但没有人看见，我内在其实很累，不是因为事情多，而是因为我从来没有真正站在自己那一边。我用成就压过疲惫，用表现盖住不安，用理性否定情绪。我以为这样叫做成熟，却没发现，我其实一直在对内在施压。那样的我，走得很快，却走得很硬，每一步都像在说，再撑一下，等我证明完，就可以好好休息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走不动了，不是因为失败，而是因为我忽然明白，如果连我都不愿意温柔地对待自己，这条路不管走多远，都不会安心。于是我第一次没有再问自己够不够好，而是问你还好吗？那个问题一出现，内在瞬间安静下来，不是因为没有答案，而是因为终于有人愿意听。我开始选择柔软，不是放弃前进，而是停止对抗。我允许疲惫存在，允许不确定停留，允许此刻的自己不需要立刻证明什么。这样的柔软，一开始其实很陌生。我会担心，这样会不会变懒？会不会被世界抛下？但我的身体知道，我的心知道，这是我第一次没有再逼迫自己。当我不再用力证明，内在开始松动，那些长期紧绷的地方慢慢有了空间呼吸。我不再一边前进一边消耗，而是终于走在自己能承受的节奏里。很奇妙的是，当我不再急着被看见，世界反而更容易看见我。不是因为我表现得更好，而是因为我不再对自己充满敌意。我开始做出不同的选择，不是更华丽，而是更真实。我不再为了证明价值，走进让自己委屈的位置。我不再为了被肯定，忽略内在的界限。柔软没有让我失去力量，它只是把力气从防御转回支持。当我不再对自己用力，我反而更有余裕去承担真正重要的事。我开始理解，真正的稳定不是来自证明，而是来自不再内耗。当内在被善待，外在就不需要用压力来逼我成长。原来我一直想证明的，不是能力，而是存在的正当性。而当我选择柔软地对待自己，我终于不再怀疑自己站在这里是不是一个错误。当我不再用力证明自己，我才真正站稳，不是站在成就上，而是站在自己身上。
而那样的站稳，不需要被谁看见，却让我第一次感觉到一种不必再证明的安心。当我选择不再讨好外界的期待，我的能量也在那一刻重新回到身上。那不是一个叛逆的决定，也不是忽然变得冷漠，而是一个我终于意识到自己已经太久活在别人的视线里。过去的我很会感受期待，谁需要我成为什么样子，谁希望我多做一点，谁习惯我懂事，我都知道，也几乎都配合。我把理解当成责任，把体贴当成义务，把压抑当成成熟。我以为只要大家都舒服，我就会被留下，但没有人看见，我其实一直在流失能量，不是因为付出，而是因为那些付出从来没有问过我愿不愿意。我一边满足外界，一边忽略内在，一边说没关系，一边慢慢耗尽。我的身体很累，心却不知道该向谁求救。我开始感觉到一种空，不是失去，而是被掏空，好像不管再怎么努力，都没有真正回到自己身上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突然停下来，不是因为外界变得过分，而是因为我终于听见内在那个快要没有力气的声音。我开始选择不再讨好，不是每一件事都拒绝，而是不再自动答应。我不再用委屈换取被喜欢的可能，也不再用过度付出证明自己的价值。那个选择其实很安静，没有冲突，没有撕裂，只是我第一次在要点头之前，先感受自己。就在那一刻，能量开始回来了，不是外界给的，而是我停止流失之后，自然回到我身上的。我发现，当我不再迎合，身体反而变得有力，心不再那么疲惫，我说话更清楚，界限也更明确。有些人离远了，但我没有失去；有些关系调整了，却变得更真实。我第一次感觉到，不讨好并没有让我孤单，反而让我回家。我开始明白，讨好从来不是爱，而是一种害怕失去的策略。而当我不再用恐惧维持连结，真正的连结才有空间留下，能量回到身上的感觉很踏实，不是亢奋，而是一种我终于站在自己这一边的稳。我不再那么容易被拉走，也不再需要一直证明善意。我知道什么时候该给，什么时候该停，不是因为我变得自私，而是因为我开始尊重自己。当我选择不再讨好外界的期待，我不再四处分散，不再把生命力投放在不属于我的角色里，我回到一个可以长久生活的位置上。原来能量从来没有消失，它只是一直在等待，等我停止把它交给别人的期待。而当我把自己收回来，世界没有崩塌，反而安静了一点，真实了一点。我也第一次感觉到，原来不讨好不是失去爱，而是开始真正的爱自己。当我慢慢接住自己所有的面向，
内在的矛盾便开始化成力量。那不是一个忽然想通的瞬间，也不是把冲突全部消除的结果，而是我终于不再试图把自己切成只有一种样子。过去的我其实很害怕矛盾，一边想要自由，一边又渴望安全，一边想要被看见，一边却想躲起来。我常常责怪自己，怎么这么不一致？怎么这么摇摆？我以为成熟就是选边站，就是快点决定，就是把不确定的部分压回去，只留下看起来正确的那一面。于是我努力修剪自己，修剪情绪，修剪渴望，修剪那些不够体面、不够稳定的部分。我希望只留下一个不会出错的版本，但越是这样，内在越拉扯。不是因为我做错了选择，而是因为被压下的那一面从来没有消失，它只是用更极端的方式提醒我它还在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累了，不是事情太复杂，而是我已经无法再对自己分裂视而不见。于是我开始尝试接住，不是解决，而是承认。我承认自己同时想前进，也会害怕；承认自己既渴望亲密，又需要空间；承认自己不总是那么确定。那一刻没有答案，却有一种奇怪的松动。内在的声音不再互相指责，而是开始被听见。我发现每一个看似冲突的面向其实都有原因。想要安全的那一面只是想保护我，想要冒险的那一面只是想让我活着。当我不再逼他们对立，他们反而开始合作。内在的矛盾不再拉扯我，而是提供资讯。我知道什么时候该慢，什么时候可以往前，不是靠压抑，而是靠整合。那一刻我才明白，力量不是单一方向的冲刺，而是多个面向站在同一边。当我慢慢接住自己所有的面向，我不再消耗力气与自己对抗，那些原本用来内耗的能量开始转向支持。我变得更稳，不是因为没有矛盾，而是因为我不再害怕他们。我知道他们都属于我，也都为了我存在。这样的力量不是外放的强势，而是一种内在一致的踏实。我不再需要证明自己是谁，因为我已经完整地站在自己身上。原来真正的整合不是消灭矛盾，而是让所有面向都有位置。当我愿意这样接住自己，内在不再分裂，那些曾经让我困住的拉扯慢慢转化成引导我前进的力量。当我愿意承认自己的脆弱，力量反而从心底生长。那不是一个失去保护的瞬间，也不是向世界示弱的宣言，而是一个我终于停止假装自己什么都撑得住的时刻。过去的我很害怕脆弱，害怕一承认就会被看穿，被否定，被丢下。于是我学会逞强，学会说没事，学会把眼泪留在没有人的地方。我以为这样才安全，才不会成为负担。
才不会让人失望。却没发现，那样的我，其实一直在孤军奋战。脆弱被我关起来，力量也一并被锁住，因为我把所有柔软都误以为是弱点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走不动了，不是因为世界太难，而是因为我再也无法忽略内在的疲惫。于是我第一次承认脆弱，不是对所有人，而是对自己。我承认害怕，承认不确定，承认其实很需要被接住。那一刻，我没有变小，反而松了一口气，因为我不再需要用力扮演一个其实快撑不住的角色。当我不再否定脆弱，内在开始回流，那些原本用来压抑的能量回到支持上。我不再把力气花在隐藏，而是花在活着。我开始感觉到一种很深的力量，不是来自控制，而是来自真实。我知道自己在哪里，也知道自己需要什么。这样的力量不吵不闹，不需要证明，它只是稳稳的存在，让我在风来的时候不必硬撑，也不必逃跑。我发现，当我愿意承认脆弱，世界反而变得柔软，不是因为它少了挑战，而是因为我不再独自承担一切。有些支持开始出现，不是施舍，而是共感；不是拯救，而是同行。我终于明白，被接住不是失败，力量从心底生长，不是一夜之间，而是一点一点。在我不再对自己说你不可以这样的时候，原来真正的强大不是没有脆弱，而是允许脆弱存在，而不被它击倒。当我愿意承认自己的脆弱，我不再分裂，不再伪装，我整个人开始回到自己身上。而那样的我，不需要逞强，却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有力量，因为那份力量终于藏在真实里。当我停止对自己苛刻的要求，成长反而以更自然的方式发生。那不是一个放弃进步的瞬间，也不是对人生松懈的借口，而是一个我终于看清自己一直把成长走成一条过度用力的路。过去的我对自己要求很高，高到几乎没有喘息的空间，只要不够快就觉得自己落后，只要不够好就开始责怪。我把成长当成一场不能停的追赶，我以为苛刻会让我更清醒，更自律，更接近理想的样子，却没发现，那样的我其实一直活在不被允许犯错的状态里。每一次停顿，我都怀疑是不是怠惰；每一次疲惫，我都质疑是不是不够努力。我很少真正感受自己，只急着修正，急着变得更好。那样的成长很快，却很硬。我学会了撑，却没有学会如何与自己同行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累了，不是身体的，而是一种深层的抗拒。好像内在有个声音在说，如果再这样逼下去，我会先失去自己。
于是我做了一个很不激进的选择，我停止对自己苛刻，不是完全放手，而是开始听我此刻能承受多少。我允许自己慢一点，允许状态有起伏，允许成长不是直线，也允许某些日子只要好好活着就够。那个转变一开始其实很不安，因为没有了鞭策，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停下来。但很奇妙的是，当我不再逼迫，内在反而开始动了。成长不再来自压力，而是来自好奇。我开始想知道什么适合我，什么真的重要，而不是什么看起来应该做到。我不再因为慢就否定整段过程，也不再因为一次失误就怀疑全部努力。我开始在每一个经验里留下空间，就在那样的空间里，成长悄悄发生，不是突破，而是累积；不是痛苦的转弯，而是稳定的延伸。我发现，当我停止对自己苛刻，我反而更愿意尝试，更敢诚实，也更有余裕去承担真正的改变。原来苛刻从来不是动力，它只是恐惧的变形。而当我不再用恐惧推着自己往前，生命反而愿意牵着我走。成长以一种不再消耗的方式出现，我不再每进一步就失去一点自己，而是每走一步都更靠近真实。当我停止对自己苛刻的要求，我才明白，真正的成长不是逼出来的，而是在被允许的状态里自然发生。那样的成长不喧哗，不耀眼，却很深，深到我终于知道，这一次我不是在改造自己，而是在成为自己。当我开始接受自己并不是永远都要坚定，生命才会把真正的力量还给我。那是一个我终于不再逞强的时刻，不是因为我变得脆弱，而是因为我不再把动摇视为一种失败。过去的我很努力维持坚定，坚定立场，坚定选择，坚定情绪，好像只要一动摇，就代表我不够成熟，不够清楚，不够值得被信任。于是我逼自己站直，即使内心其实很累，也告诉自己不能退，不能犹豫，不能显露不安。我以为那样叫做强大，却没发现，我其实一直在压住自己。那些被压下去的动摇，没有消失，它们只是转成焦虑，转成疲惫，转成一种说不出口的空，让我明明站着，却感觉不到力量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撑不住了，不是因为外在的打击，而是因为我忽然明白，如果连动摇都不被允许，那我到底是在为谁坚定？于是我第一次允许自己不那么确定，不那么笃定，不那么马上知道答案。我承认，有些时候，我就是会怀疑，会退缩，会想停一下。那一刻，我没有崩塌，反而松了一口气，因为我终于不用一直演出一个其实快要撑不住的角色。
当我不再要求自己永远坚定，内在开始出现空间，不是混乱，而是一种可以呼吸的松。我不再急着给人生定义，也不再逼自己立刻站上某个位置。就在那样的允许里，力量开始回来了，不是那种咬牙的力量，而是一种很深的稳。我知道我可以前进，也知道我可以停。我不再因为动摇就否定整个自己。我发现，真正的力量从来不是不动如山，而是即使动了，也不会倒；即使怀疑，也不会迷失。当我接受自己不是永远坚定，生命好像松了一口气，它不再需要用极端的方式提醒我停下来，不再用崩溃换取我对自己的理解。我开始感觉到一种更真实的支撑，不是来自确定，而是来自弹性。我可以调整，可以修正，可以在不确定里慢慢找到方向。原来坚定不是一直站着，而是知道，就算坐下来，我也不会失去自己。原来力量不是永不动摇，而是在动摇之中，仍然愿意留下。当我不再逼自己，永远要很清楚，永远要很稳，生命反而把一种更大的力量交回我手中。那是一种不需要表现，不需要撑住，也不需要证明的力量。它来自我终于明白，我可以不完美，可以不确定，却依然值得被生命支持。当我开始接受自己，并不是永远都要坚定，我才真正站稳，不是站在答案里，而是站在对自己诚实的位置上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